路赛斯创始人科林查普曼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就弯道快才是真的快，真的发动机好可以让你在直线加速上跑得更快，但是弯道快的话，可以让你在任何的这个情况下过得快包括我们这些弯道，真的拉弯过去90啊、100这些，绝对很有细心。传统车我去试驾过，真的，一旦速度上去了，你拉弯的话，你自己会觉得车不稳，你怕你就会下意识的踩刹车不会像这种就让你就心里的话就上限高嘛，然后就很稳嘛，让你觉得。毕竟是轿车，车身比较低矮一些，说过弯驾控这些会更好一点。当然啦 ，SUV 只不过是底盘通过性空间会更宽敞一点。我们这个车的话都是采用15个扬声器的 KEF 音响，然后这上面的话是一个莲花花瓣的，我觉得比较精致比较有档次。让我们这个 KEF 音响的话是英国一个瑰宝级的音响，主要是它做大剧院和歌剧院的，所以说在人声上面的话是就做得蛮好的嘛，跟这个柏林之声英国之宝这些都是一个档次的然后这款车的话跟其他天幕还有所不同我们图片的话采用这种就虚幻引擎的嘛，虚幻式识别反馈都很快。然后顶部的话采用这种是可调式的一个天幕，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分过。传统的天幕要不就不能调，要么就可能用明暗进行一个调节。那我们这个天幕的话，可以10块分区的进行一个雾化和透明你们可以看到你需要哪块你可以进行一个点，顶上的话就会变成透明。而且如果你不需要驾驶时，你可以全关。我们的这些反馈识别都是相当快的如果主驾你想晒一下太阳，其他不需要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自己的话进行一个去定制区域化的一个选择。那这款车的话，同样也采用了我们路特斯的一个空气动力学空气动力学是什么？因为以前我们的创始人科林查普曼先生他是个飞行员，以前在 F1 赛道上驰骋也是靠的是空气动力学底盘调校获得过7次 F1 总冠军我们采用的是这种主动式的尾翼当车速的话高于30码你可以有3个档 P1、P2、P3。P 的话是封住追油档 ，P2 的话是下压追油档。我们可以提供150公斤这个车下压力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300斤的人压在车上，让你快速的一些过弯，还有就是急速的变道然后 P3 是一个自动追油档让我们的制动距离减小，就像传统飞机的小襟翼降落的时候，它会翘着，让减小这个刹车距离然后我们这个夹角的话，前面玻璃的话是26度。26度的夹角玻璃，说实话，就跟传统的这些就是车子的话，减速效果会更好。所以说，你可以感觉外面的视觉并不快，但是我的车速可能已经来到70了。对于传统车型没有减速玻璃这么夹角26度的话，可能看着的话也就在30-40码的样子。这个车的话，我就试驾距离长一点，给你演示一下弯道。就我们为驾驶者而生的For the drivers， 一切为了驾驶者所以说我们这个单一品牌也卖不好那理想定位肯定好。那从成功学角度来
那这款加速的话比 SUV 快一点，我们这款的话加速是4秒啊，是4秒0到100，也是600多匹马力。然后中后段加速的话会更快，80到120的话，我们是一个1.9秒啊。但我们路特10的话，主要还是一个6D 底盘啊，6个维度的话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与调校，包括你过这些大的坑洼路段，我们车轮只跳一下，第2下的话我们就已制住了。就不会像传统的，比如说某某品牌，如果这些坑洼路段大的减速带啊，这荡过去荡过来，就像开启的感觉，像开船的这种感觉。300米处违法公交车用的拍照。那这个。然后的话，我们这个车的话就没有太多的屏幕，然后主要是在台显上面啊。我们前面是搭乘了一个55寸的一个抬头显示，啊，显示的这些数据还是蛮多的。左右两边的话是一个12.6寸的一个小屏幕啊，右边的话是一个触屏的，可以切割。我会端着验证哈，代号哈，比如说我们那块弯道哈，我会直接拉过去。车是很稳的，应该能感觉得出来，车是很稳的，说出这个车子，包括那些地方哈，我们轻轻松松哈。就是一般人起伏路啊，我那加速轴还在啊，你啥子？你说它意思是给你监控得住，意思啥子拉得住，让你很有信心，不像有些车你拉不住那种。请注意急转弯。